特工队伍倾巢而出，渗透潜入战车内部，成功找出控制中枢，但无法因此瓦解。他们将另寻出路。又一新角色登陆，他竟可以变化黄陵电视、地毯钻头。死亡回放在线，编号战士们回归，他们需要前去帮助他们的指挥官，否则将有性命之忧。Hey guys, PC 们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在等待了10天后，时钟盾宇宙14集发布了。这集一样跟上集一样，充斥着爽快的战斗，特工们尽数出演，经费爆炸。包含战斗外，在剧情上也有了突破。联盟方的特工们为了阻止老纪已经有所动作，赤手方的特工们自然也是如此。在外星的未知压力下，他们不得不去帮助自己的指挥官，避免在对付天外势力下天崩开局。当然内容上还不止这些，请跟我重新回顾剧集，我再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简介，视频内容难保有时会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的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前情回顾，在经历了泰坦时钟和邪恶时钟的单方面碾压战斗后，未来时钟也加入其中。之后他们相继进入了传送洞口，去往了未知的地方。而在另一宇宙的女大时钟艾莎见证下，得知了邪恶时钟摆脱了束缚。艾莎同时告知了处于另一多元宇宙的大时钟伊桑，而另一宇宙的大时钟再以此告知另外的人层层套话下去，他将要带领一堆帮手一起过来。在清楚了这些后，我只能说，只要没有上线，就难保有各式各样无穷无尽的大时钟。联盟特工小队通过铅笔直升机潜行靠近老纪战车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克隆机的出口，在趁其阀门没有关闭时发起突袭，很快便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几个从事起落工作的工作人员。特工小队得以进入，包含了各个阵营中的精英单位和大单位，可以说这一刻是精英们聚得最齐的一刻，值得留影。开干吧！众单位摩拳擦掌，起枪上膛，战斗就此展开。回到本集，特工们突袭速战，应对沿途设有的重重关卡，很快就到达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控制中枢。但事实上没有那么快，毕竟4分多钟的打斗戏份，能飞的单位空中对敌，不能飞的徒步穿越火线。这个钻头飞身捡了腿，惯性加重力抬走一位，大钢笔画出火箭弹攻击落空，这个钻头补刀带走。女音响蜻蜓点地，端掉机枪阵地，干掉机枪手和弓弹手，所有人都在一往无前的狂奔，但前方没路了，纷纷开启喷气背包起飞。剩下的这个钻头急中生智，看向了正在画出喷气背包的大钢笔，链锁一发，做起了顺风车，还能看到大钢笔的背后还在持续画着，可见刻不容缓。很快他们到了一个平台，两个赤裸战士被这一幕整得措手不及，还没看清恐怖分子的长相，便被系列组合攻击之下光速下线。另一边则是女电视被擒，在激光眼开启时分头行动，导致激光落空，随后绕后打断，女钻头趁势起跳，子弹链展开。等特种战士反应过来，大师傅赫然在前，但是奇怪转眼特种战士就拦住了女电视女钻头。那大师傅打了个啥？这可能又是另一个吧？当然这是大钢笔载着刺客钻头到达，刺客钻头直接凌空一斩，头顶天花板。大电视大钢笔大时钟够硬核，见面双方激光直接顶满，礼尚往来，激情互换。大钢笔顶盾靠前，双时钟发出3发暂停枪，原地定住。随后众人就是主打一个速度，直接无视狂奔下一个平台，但又没路了。又要升降，依然是能飞的开启喷气背包飞起，不能飞的只能干瞪眼。这个钻头打右边一看，好在还有个电梯，高度继续上升，扑灭的激光塔疯狂扫射，他们打算破坏。女监控率先反击，大圣人紧跟开火，众人同心协力，双色监控扔揣堵枪口，随之爆炸声不绝于耳。这个钻头表示，但凡你们像我这样坐电梯，啥事没有，任你打得如何精彩，我原地俯卧撑。随着烟雾弹引爆致盲炮塔，他们成功登陆又一平台，但危险并未解除，数个战士正拦在路口，加之侧面激光塔，他们不得不临时搭建战线，并让高机动的特工破坏。其他成员趁势补刀，很快便所剩无几了。但一个巨大的机械厕所出现了，好家伙，还没死绝，他盯上了女电视，但被这个钻头公主抱翻滚无敌针救下。怒不可遏的他转移攻击目标，集合刷怪。大音响晋升，大时钟定住，大电视洗头。随后大时钟指向了一个地方，众人纷纷狂奔过去。在女钻头最后解决变种战士后，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这里摆放着诸多设施，看起来十分的高级，可能是控制中枢或是控制台，有着厕所风的图标，屏幕上也显示着各种东西。女电视张望一圈后来到了中心位置，好家伙，这种款式的战士竟然还有2个主力科学家跑路了，剩下个打工仔是吧？当然这个钻头没给他表演的机会，波斯剑将其带走，黑烟暴起，又
耍小怪了。这个钻头表示你们操作我来解决。女电视了解后开始对话，她称这个移动城堡如她所想一样，根本没法破坏，除非能干掉真正的 G Turret。这点与之前的厄德尔所言一致。这样说来，那当时厄德的那些海口便所言非虚了。他们相当自信，毕竟老纪早早退场就蹲了进来参与起初的计划，为之奋斗了90%的剧情进度。那对于入侵这点，他们肯定是能想到的，为之做出缜密防范也是理所应当。那么现在要破解这个庞然大物，从控制台已经行不通了，摆在面前的可能就2个方法了：嘲讽老纪，引诱其本体出现，或者真正的从内部瓦解本体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这一行也不是一无所获。女电视发现了老纪的本体所在位置，而这个位置离核心很近，且外面还有个入口，大到足以让泰坦们进入。这个信息的揭露，可以说老纪这个铁疙瘩也不是铁板一块了，这应该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口。只要泰坦能进来，外部的防御全部变成了摆设，百密一疏呀，嘚儿。那么现在女电视要做的就是打开它。好家伙，中文原子炉。我说难怪这玩意咋这帮硬，原来是中国制造。女电视按下了按钮，随后准备帮助这个钻头，怎奈已经完事了。随后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前情回顾39集第3部分，补充了莱昂纳多不见了的空白。在他的监控开启了狂暴模式后，解决了机械赤手，随后拦住了莱昂纳多的去路，准备来一手超级双峰贯耳。这要是灌上去，不得成饼子。就在将要接触瞬间，诡异出现了，就像是时间定格一般。再看到这黑白特效，简直与39集出现的如出一辙，难道又是神秘人专门出手了？但这次没有给我们看到。当回到现在的时间，莱昂纳多惊醒，想必他也以为自己嘎了，没想到还有第2条命。在这的不只有他，还有06、08、10号。06、10号在39集险些覆灭在废墟之下，事后被黄头小子洞先生插手给救了。但无论是怎么来的，他们都被相继放在了这里。为什么这么做？难道是要方便统一传话？因为传话的人很快就来了，黑烟暴起，从领子来看是黄修电神。好家伙，让我们先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问题放在一边，因为很快就能知道。他一来就与众人交流。首先06对来者的身份发起疑问，黄领电是声称自己是个传话的，来者的目的是让他们去帮助他们的指挥官，也就是07，当然也包含了09。如果这些编号战士不立刻前去帮忙，那么外星阵营就会嘎了他们。但就这4个还不够，黑烟暴起，黄领电是响指一打，时间回转符号显现，又有2个之前逝去的编号单位出现了，这简直非常疯狂。现在是夜晚，他们逝去的时候是白天，也就是还没有超过1天，可以通过时间回溯倒转复活。但从画面来看，貌似只复活了这俩。旋风战士04，飞机头05年，难道就因为匆匆被他的时钟带走而表示实力不够，还是说死于时钟大剑之手无法复活？当然这样想的话，飞机头05是被螺旋桨干掉的了，所以不得而知。如果按剑的思路想的话，不排除无法复活这个可能，因为邪恶时钟才在前面剧情中提到了这一点，他的时钟被斩断的剑无法被修复，感觉中间可能有着这样的设定，但在展露更多前还仅是猜想，因为那是邪恶时钟的剑，而不是泰坦时钟的。编号战士如果从实力来看，复活的这2位确实很强，他们都消耗了不少剧情才解决。04、05就跟龙套一样。当完成这一操作后，06再次发问，他认为这个黄领电神救了他们，所以黄领电神就是黄头人，甚至是能变身。场面一度陷入凝重，但仅是短暂一瞬。很快，黄领电神不再用倒放语言说话，变得正常的无比正常，还充满了语气。他表示为了第一次出场还练过台词，就这样把氛围给破坏了。shit。这时有通讯打来，是艾莎。黄领电神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而是变身了，这太疯狂了，变成了地毯钻头，随后又变成了一个时钟人。随后他回复了消息，称自己是时钟先生，但现在被多元宇宙的事给缠住了，如果有特别紧急的事请留言。随后便挂断了。这一段信息量就有点多了，我们按顺序来看。首先，这个目前看起来是时钟人的时钟人，在最初称自己是来传递消息的，那么他是给谁传递呢？从剧情上来看，可能是神秘势力方或者他自己了。事先神秘人Dom先生展示能力，将这些编号战士救下来，再通过这个时钟人来传话，这看起来可能较大。但就论这个变身来讲，很难讲这个人究竟是谁了，是神秘人Dom自己变的，还是最近出现那么多各个多元宇宙的大时钟？难道他也是？且还正好认识艾莎？不得而知。我们暂且先按他是另一个多元宇宙的大时钟吧。他的整体造型对比现在出现的几个大时钟相较古老一些，且头上还有个黑球，不知道与邪恶时钟有没有
有关联，因为邪恶时钟不止一个，其他宇宙也有，所以先保留这个问题，后面再看。第二个新一点就是变身了，它可以变成地弹钻头和黄岭电视，而这两个单位之前先后被 Jump 称之为最聪明的单位。假设这两个单位都是他变的话，那活着最聪明的人就是他呀。不过我们先将视角回到他的化身之一地炭钻头，这个角色在实际登场，而客串的博主也在相同场景中登场，难道有关联？怎么越来越感觉神秘人 Jump 先生有着大棋盘了？不过这个还需要更多线索。回到地炭钻头，他从10集以来先后在多次战役中有着出色表现，不过外观上还是有些不同的。在10、22、37剧集中，他的头上是没有贴纸的，直到39集 P4 才加上了贴纸，不知道是细节上的表示要暗示什么呢，还是说后续的设定补充呢？而黄岭电视最近才出现，唯有在42集中传走工具较为诡异，自己给自己拉是吧？很难想象有个能变身的人出现，可能还不只能变这2个，周遭的人都要怀疑一手，或者大胆一点，难道Dom先生也是时钟先生？你们怎么认为呢？随后他表示 Hey guys, hear me out， 他让这些人去帮助他们的指挥官，而不是动用催眠迫使他们去做。好家伙，还有这能力，异界强者恐怖如斯啊！随后他便离开了。这传送洞口与1上的类似，那他是另一个多元宇宙的大时钟的可能又多了1分。时钟先生走后，众人决定不再浪费时间，立刻前去帮助他们的指挥官。本集完，这集的大多信息以及线索都在文戏，依旧是最简单直接的陈述方法，世界观也在进一步扩大，多元宇宙一个接一个。但剧集集数越来越少了，不过未来还有1集比42集还长的，估计大多数内容要在里面揭露了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，是 P8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